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米兰封神，双奢垄断40%声量，内娱天花板被焊死了。全球媒体监测机构 Onclusive 的权威榜单在2026米兰时装周收官后如期发布。当那串数据彻底展现在行业面前时，整个内娱时尚圈都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震动。榜单上清晰地印着一个名字肖战，这个唯一的中国面孔。在以欧美日韩泰各路明星挤破头的国际时尚圈最中心，硬是杀出了一条只属于他的血路。最受热议名人榜单首位，代言的两大奢牌 TOR 和 Gucci 以合计近40%的声量份额包揽品牌声量排行榜冠亚军。当艺人双奢垄断声量从传说变为现实级的行业现象，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内娱顶流的商业价值天花板究竟在哪？这个曾被反复提及却从未被真正量化的概念，如今被肖战用实打实的数据焊死在行业认知的制高点。要真正理解肖战的米兰战绩，首先得明白 Onclusive 数据的含金量。作为全球权威的媒体监测机构 ，Onclusive 的榜单向来是衡量时尚事件、商业影响力的行业标尺。其数据覆盖153个参与品牌的综合声量监测，反映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关注度。肖战成为最受热议名人榜单中唯一上榜的中国艺人，意味着在这场欧美时尚圈主场作战的游戏中，他一个人就代表内娱拿下了最高话语权。更令人瞠目的是艺人双奢的破格格局。Tops 以19.11%的声量份额登顶 ，Gucci 以18.82%紧随其后，两大品牌合计声量直逼40%，在153个品牌的激烈竞争中形成断层优势。这种双奢联动效应在时尚界几乎前所未见，特别是当两个同为意大利奢侈品牌、同属顶级梯队的竞品，竟因同一个代言人而罕见地形成了声量协同。品牌方给出的解释很直白，数据不会说谎。肖战个人贡献了 Gucci 全球96%的社媒热度，这个数字意味着，在米兰时装周期间，全球范围内关于 Gucci 的讨论几乎全部绕着它展开。当其他艺人还在为品牌声量贡献了几个百分点而沾沾自喜时，肖战的数据已经进入了另一个维度的竞争。单品转化率高达 8.7， 意味着每一次品牌曝光直接撬动了接近9件商品的销售。Gucci 中国区销量因此飙升47%，铆钉乐福鞋销量同比激增127%。Tops 亚太区业绩在肖战代言期间3年暴涨59.5%。这些数字背后是奢侈品牌营销逻辑的根本性转换，从依赖粉丝经济的短期爆发，升级为以艺人为核心的品牌价值放大器。肖战的案例证明，当艺人的商业价值达到某个临界点时，它便不再是品牌营销链条上的一个环节，而是成了品牌全球战略的一部分。这种稀缺性在与同期其他国际明星的对比中尤为突出。米兰时装周向来是检验明星全球影响力的试金石，欧美明星有本土优势，日韩泰明星有亚洲市场支撑，而中国艺人往往面临着水土不服的困境。但肖战的数据表现不仅超越了其他中国同行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了同场竞技的国际艺人。当其他明星还在为做稳品牌挚友身份而努力时，肖战已经让两大奢牌为他的行程调整大秀时间，清空社媒首页，推迟直播直至他落座。肖战在米兰的征服之旅，本质上是一场东方美学与西方时尚体系的美学对话。外媒的评价中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很有意思：文艺复兴雕塑感、东方留白美学、东西方审美的公约数。这些看似抽象的形容，
精准捕捉到了肖战造型中那种独特的融合特质。在 TO 的秀场上，暖浆黄麂皮套装叠搭米白高领针织衫的造型，被 Vogue 评价为行走的文艺复兴雕塑。金属腰扣的细节呼应着品牌百年工艺，而肖战身上那种温润儒雅的东方气质，却为这套典型的意式造型注入了全新的美学内涵。到了 Gucci 秀场，全黑暗纹提花风衣的冷峻极简风格，被他演绎出冷冽特工的先锋感。韩国媒体甚至狂热追捧为梦中情头。两套反差巨大的造型，在他身上都呈现出高度的自洽与和谐，这背后是东方美学中中和之美的体现。不过分张扬，也不刻意低调，而是在东西方审美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点。奢侈品牌选择亚洲面孔背后的市场战略调整，在肖战身上得到了最极致的体现。过去几年，中国明星在国际时尚圈的待遇常常陷入一个尴尬境地，要么被视为纯粹的流量工具，要么在文化理解上存在隔阂。肖战的破局在于，他拥有聚集国民度与商业高级感这两个看似矛盾却完美融合的特质。梦中的那片海、骄阳伴我等现实题材作品为他夯实了演技基础，而连续4年受邀米兰时装周的经历，又让他在时尚圈积累了足够的专业认知。这种独特的艺人生态位，让他既能理解中国观众的情感需求，又能精准把握国际奢侈品牌的美学调性。肖战造型中东方韵味与西方剪裁的融合，处处体现着这种双向理解。为染发无耳定的纯粹东方形象，与西方设计师精心打造的廓形剪裁形成有趣的对话。竹节扣、马衔扣等品牌经典元素在他身上焕发出跨文化的新生，即使是全黑极简的造型，也能在他身上呈现东方书法般的笔触感。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中西合璧的堆砌，而是在充分理解两种美学体系基础上进行的创造性转化。当肖战的米兰数据摆在面前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：中国艺人全球商业价值的天花板正在被重新定义。过去，这个天花板的量化标尺往往是品牌挚友的数量、头牌看秀的次数、外媒报道的篇幅，但在肖战的案例中，这些传统指标都显得单薄了。品牌为他清空全球社媒首页，调整大秀时间，提供专属顶层套房，安排4位保镖全程随护，甚至创始人亲自蹲身为他调整裤脚。这种全方位的战略及合作伙伴待遇，已经超越了常规的艺人品牌合作关系。从热度到品牌话语权的维度拓展，是肖战突破天花板的关键。数据显示，他在米兰的亮相不仅带来了短期的热度爆发，更对品牌长期价值产生了深远影响。Tops 经典款手袋因为它上了全球趋势热搜，直接引发抢购潮，品牌搜索量暴涨300%。Gucci 高管公开感谢肖战在品牌非常时刻的支持，两大品牌连续11季广告投放，合作从单纯的代言跃迁至创意共建。这种从流量贡献者到品牌战略参与者的身份转变，才是真正的天花板突破。想要复制这种成功，单纯依靠流量显然不够。肖战的案例提示了几个潜在的突破路径。作品国际传播与商业价值的正向循环至关重要。资料显示，他主演的剧集《藏海传》在全球190国播出，9.5分的文化输出评分成为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坚实背书。这种作品先行的策略，让他的商业价值建立在扎实的内容基础上，而非空中楼阁式的流量泡沫。时尚产业与文化艺术领域的跨界深耕是另一个可能性方向。肖战与意大利国宝级舞蹈家罗伯托·博莱的淡定交流，用流利的意大利语与设计师聊天。这些细节展现的不仅仅是语言能力，
更是对不同文化领域的深入理解。当艺人不再仅仅是时尚的被动接受者，而是能主动参与到文化对话中时，它的商业价值便获得了更深厚的文化根基。然而，内娱造星机制与国际市场需求的适配性矛盾，依然是中国艺人全球化进程中的主要制约因素。国内市场的快速迭代，流量明星的速成模式，往往与国际奢侈品行业慢工出细活的调性存在冲突。肖战的7年米兰征程，从2019年初登时的青涩新人，到如今成为规则定义者，这个过程恰恰是慢下来的典范。专注作品提升演技，原声台词进阶，在流量迭代中始终坚守轻行笃定这种长期主义的成长路径，或许才是内娱下一个国际牌面最需要的特质。全球化运营团队的构建也成为必要条件。从米兰的报道可以看到，肖战的行程背后是高度专业的全球协作，专车接机，4名保镖，专属套房，裁缝上门量体裁衣，品牌创始人亲自陪同。这些细节的背后，是一整套成熟的国际化运营体系。当中国艺人走向世界时，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，系统性的全球化布局成为必须。肖战的米兰战绩对内娱行业的核心启示是多维度的。首先是数据价值重构。当 Onclusive 这样权威的全球监测机构开始将中国艺人的数据纳入行业标尺，意味着内娱的流量逻辑正在被重新编码。过去那种国内热搜不断，国外无人问津的割裂状态正在被打破。真正有全球影响力的艺人开始用实打实的国际数据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其次是文化符号输出。肖战在米兰的成功，不是简单的中国明星在海外受捧，而是东方美学主动参与全球时尚话语体系构建的范例。当他以纯粹的黑发、无耳定的东方形象坐在开云集团 CEO 身旁，当 TOR 创始人为他送上中文祝福马年大吉，当米兰街头出现中国红电车巡游的应援景观，这些细节都在传递一个信号：中国艺人的国际化正在从被选择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变。最重要的是商业范式的升级。肖战用 8.7 的单品转化率，511万美元的媒体收益价值，以及艺人拉动双奢品牌声量垄断的实际，向整个行业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。当艺人的商业价值达到某种高度时，它不再只是品牌的代言工具，而是成为品牌全球战略的关键资产。这种从工具到资产的身份跃迁，才是真正的天花板突破。中国艺人的全球化进程依然面临诸多挑战，文化隔阂的消解需要时间，国际运营能力的建设需要积累，作品全球传播的路径需要探索。但肖战的米兰数据至少证明了一点：天花板一直都在那里，只是看谁有能力和勇气去触碰它。当数据成为新的行业语言，当东方美学开始在国际时尚圈拥有自己的话语权，中国艺人的全球商业价值图景正在被重新绘制。你认为肖战的商业价值模式能够被内娱其他艺人复制吗？下一个国际牌面需要哪些特质的加持？